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啊，咱们聊个这几天国际上一件大事哦，一件听着挺吓人，但是仔细这个一琢磨，能把人给逗乐的事儿。话说7月21号，美国国会那边又整了新活，搞出来一个听着特别响亮、特霸气的法案，叫什么？台湾冲突吓阻法案。哎呦喂，你听听这名啊，吓阻，这是要吓唬谁呢？当然是冲着咱们来的呀。这个法案里头啊，说来说去，核心啊就一句话，堪称美国的终极威胁。他们说啊，喂，中国，我可警告你啊，台湾那块你可别乱动，你要是不听劝啊，非要动手把这个台湾给收回来，那我们美国啊就要放大招了。那什么大招呢？不是派这个航母啊，也不是搞什么经济封锁，而是公布你们国家那些精英有钱人在我们美国的财产。嘿，我跟您说啊，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想了想，哎喂，这招实在是有点太高了呀，高到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啊。他们还说了，这只是第一步啊，公布完家底儿，看看咱们的反应。如果咱们一意孤行，继续咱们的统一大业，那好，第二步全部没收。哎呀，这下更狠了呀！可是如果咱们一听就怂了，撤了，那这笔钱就先不没收，继续当个王牌攥在他们手里，以后呢，随时可以拿出来敲打敲打咱们。你听听啊，这算盘打得多精明！他们觉得这一招就能点中咱们的死穴，能让咱们投鼠忌器，让咱们在这个统一的问题上啊犹豫退缩。但是啊，我今天啊就想给大家掰扯掰扯啊，这事儿它真的有那么神吗？这美国人这回的剧本是不是写的有点太想当然了？依我看啊，这根本就是一出想吓唬人，结果呢自己可能演砸的喜剧。为啥这么说呢？首先啊，咱们得搞清楚美国人这次通过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叫法案，听着是挺正式的，对吧？感觉像是那种板上钉钉，总统签字，马上就要执行的法律文件。但是实际上呢，差远了。这个美国国会里头啊，通过个东西啊，那流程多着呢。咱们平时理解那种正经法案啊，那得这个议员们在这个国会大厅里头啊，唾沫横飞的辩论，吵得脸红脖子粗啊，然后正儿八经的投票，一人一票，清清楚楚。这众议院投完了，还得送去参议院，参议院还得再吵一轮，再投一轮，两边都通过了，最后啊再送到白宫，让这个美国总统啊大笔一挥，签上个字儿，这才算法案，这才具有这个法律效力。那这一次这个台湾冲突吓阻法案走的是这个流程吗？根本不是哦，这玩意儿啊，在美国国会的行话里啊，叫口头无异议法案。这是个啥概念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这就好比咱们在这一个微信群里，这个群主呢突然发了一条消息说，兄弟们，我提个议啊，咱们明天晚上聚餐，没意见的话就当默认通过啦。然后大家都在忙啊，没人回复，或者是就几个人回了个 OK， 这个群主就宣布好，全票通过。你说这种通过的决议，它有约束力吗？真到了第二天啊，这个张三说啊，我得加班，这李四说啊，我得带孩子，有几个人能去啊？这事儿不就黄了吗？这美国国会这个口头法案就是这么个性质。众议员议长啊往这个台上一站，拿了个稿子问，哎，各位，这儿有个关于这个台湾的提案，大家伙儿有谁反对没？要是没事是吧？好，那咱们就口头通过啦。这整个过程啊，可能连几分钟啊都用不了，那大家意思意思啊就过去了。所以啊，这玩意儿根本就不是一个需要动真格的法律，它更像是一种表态、一种姿态、一场政治秀。那这场秀是演给谁看呢？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啊，这主要就是演给台湾岛上那些心里没底儿的台独分子看的，特别是那个赖清德啊，你看。我美国大哥多够意思啊！为了你啊，我专门在国会里搞了个大动作，给你撑腰打气啊！你可给我挺住了，继续跟大陆对着干。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开出的一张口头支票，一张精神安慰剂，目的啊就是忽悠这个台湾啊，让他们继续当棋子，消耗咱们。至于这张支票能不能兑现，天知道啊！反正先吹出来再说呗。既然能安抚小弟，又能给咱们添堵，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啊，从这第一点就能看出来，美国人这次啊压根就没想动真格的，
真要是想把这事给办成铁案，那国会里早就吵翻天了。毕竟，真要公布和没收别国公民的财产，这在美国国内也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会动摇很多人对美国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心。他们内部都摆不平，所以就只能搞这么个口头的东西，糊弄糊弄人。好，那咱们退一万步讲啊，就算这美国人这一次是铁了心的，真准备这么干了。那这个公布精英财产的威胁，对咱们来说，这个杀伤力到底有多大？能让咱们在这个台湾问题上踩刹车吗？我的答案是不仅不会，可能还会起到反效果。这个美国人想当然的以为那些能把这个大笔的资产转移到美国的精英肯定在中国有巨大的影响力，是咱们的软肋。只要拿捏住这些人就等于拿捏住了中国。这个想法呢，可以说是对咱们中国今天的社会状况，对咱们14亿老百姓的人心完全不了解。你琢磨琢磨，在咱们普通老百姓眼里，什么样的人会把这个钱，而且是巨额的钱，不投资在国内，不用于国家建设，非得想方设法的弄到美国去？我不敢说全部但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要么是这个屁股本来就坐歪了，心里就向着美国，觉得这个美国的月亮比较圆，那要么就是这个钱的来路可能都不太干净，怕在这个国内放着不安全。你说对吧？对于这样的一批人，咱们绝大多数中国的老百姓能跟他们是一条心吗？他们的利益能代表咱们中国的根本利益吗？答案显然是不能所以在这个台湾问题上，这是一个涉及到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大义的核心问题，是咱们14亿中国人绝对不可能退让的红线。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那些精英在这个美国的房子票子车子算个啥呀？这美国人要真的是把这些人的家底给公布了，我跟你说咱们国内的舆论那绝对是一片叫好之声。老百姓会怎么说？好赶紧宣布我们早就想看看是谁了，太棒了，美国这是帮咱们反腐中纪委的同志们都可以省不少事儿了，公布一个揪出一个，正好让我们看看是谁在裸泳，谁是两面人。你看这美国人以为这是一张王炸，打出来能把我们炸得晕头转向，结果呢，他们一甩出这张牌，咱们这边一看乐了。哥们儿，你打错牌了，你这张牌不是打我们的，是打你自己的。这不就是典型的自残式的威胁吗？用伤害一小撮跟人民不是一条心的人的利益来威胁我们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在逻辑上就说不通嘛。你这就好比像是两个人打架对方抓起你身上的一只狮子，狠狠地说你再过来我就捏死他，你听了会是什么反应？你只会觉得可笑所以说美国人这个算盘真是打得太离谱了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在这个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的伟大事业面前，任何个人的小集团的利益都是微不足道的。他们想用这个来要挟我们，结果只会让我们更加团结，更加同仇敌忾，只会让那些把这个财产放在美国的人在国内彻底丧失信誉，成为人人喊打的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的这个法案对我们来说非但不是威胁反而像是一面照妖镜，一个净化器。真的要实施了，我们还要谢谢他呢。其实呢，美国人拿公布财产这事儿来威胁咱们，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招数纯属老调重弹这个早在几年前大概是2018年那会儿吧，这个美国的国会里就有人提过一模一样的建议，当时也是嚷嚷的挺凶的说要公布中国官员在美国的财产状况，甚至连他们子女在美国读书工作的情况都要抖出来。当时那个阵势比现在还要大很多人都觉得这回美国要来真的了。结果呢，从这个2018年到今天，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2025年了都，你见着那个所谓的名单了吗？公布了吗？一个字儿都没有，这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这是为啥呢？一方面当然有咱们前面说的，这招本身就是个七伤拳，伤敌800自损1000。
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啊，是咱们国家自己早就对这个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并且已经采取了行动。这几年咱们国家反腐倡廉的力度有多大，大家是有目共睹啊。从打虎拍蝇到这个猎狐行动，有多少贪官污吏落马，多少转移到海外的资产被追回，咱们已经通过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已经把很多制度上的漏洞给堵上了。现在还想跟以前一样，随随便便就把大笔的资产转移出去，那个口子已经越收越紧了。可以说啊，咱们自己已经提前把这个雷啊给拆的差不多了。所以啊，美国人现在还想拿这块7、8年前馊了的蛋糕出来吓唬人，是不是有点太不与时俱进了？他们可能还活在自己的幻想里，以为啊咱们还是那个可以被轻易拿捏的对手。说句不好听的啊，现在还在美国拥有巨额来路不明财富的，那如果还有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咱们反腐斗争里的漏网之鱼。这些人啊，咱们自己早晚也是要收拾的。如果美国啊真要有本事把他们都揪出来，那真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啊！我们不仅不反对哦，还得给他点个大大的赞，然后呢，真诚的说一声谢谢你啊，山姆大叔。所以啊，各位朋友，聊到这儿，大家心里面都应该亮堂了啊！这美国国会这次搞的这个所谓的台湾冲突吓阻法案，说白了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秀。这第一啊，它在法律程序上就是一个样子货，是个口头表态，根本就没有什么强制执行力，主要就是演给台独看的安慰剂。那第二呢，他威胁的内容啊，看着是吓人呀，实际上是打错了算盘。他不仅吓不住咱们14亿一心要统一的中国人民，反而会帮我们清理门户，凝聚人心，堪称是神助攻啊！还有这第三呀，这招根本就不新鲜啊，是以前玩剩下的老把戏。咱们国家早就通过深化改革和反腐斗争，把这个威胁的可能性啊降到了最低。所以啊，咱们看到这种新闻，完全可以一笑置之。这美国人啊，想用这种方式来动摇我们实现国家统一的决心和意志，那只能说是痴人说梦哦。台湾啊是中国的台湾，回家是历史的必然，这岂是美国国会里几个政客搞一出口头表演就能阻挡的？他们越是这样的气急败坏，越是这样的黔驴技穷，恰恰说明他们心里啊越是没底儿，越是害怕看到我们强大的那一天。好啦，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你对山姆大叔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